贝比消灭了悟空这个最大威胁，完成了对赛亚人的复仇计划，又得到了贝吉塔这副强悍的身体。贝比很满意，立刻展开了下一步行动，那就是利用黑猩龙珠复活普兰特星。贝比召唤出了黑猩神龙，许下自己的愿望。神龙表示 so easy， 立刻实现了他的愿望。贝比为新的故乡取名为兹夫尔星。悟空三人好不容易找到的龙珠没想到为他人做了嫁衣，这下努力都白费了。另一边，悟空遭受贝比的元气弹，以为自己死定了，但死了也不错，毕竟阴间都是自己的朋友。然而偏偏他来到了一个非阴间非阳间的陌生地方，这里有个黑眼圈的家伙自称沙五郎。沙五郎告诉悟空，现在的他还没死，运气好的话是可以复活的，不过一旦进入双六空间就没那么容易出去了，到时候可能真的就死了。这时，空中掉了许多巨大的筛子，想要出去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轮流扔这个筛子，然后按照筛子上面的数字前进，最先抵达终点的人就赢了。如果你输了就要死，赢了就能够得救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沙五郎自称，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够赢得了自己，连胜了32974572次。悟空表示，你这家伙真闲，竟然和每个到这里来的人玩几张刺激的飞行棋。说来就来，悟空与沙五郎开始了飞行棋比拼。不知为何，沙五郎的运气非常好，刚开局就一路领先。悟空不仅落后，还碰到自己最不擅长的猜谜游戏，简直要崩溃。悟空掉入双六空间的事情很快被剑王神发现了，在悟空即将被贝比的元气弹击中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剑王神出现在了地球，将悟空给救了出来。没想到贝比的邪恶力量汇聚了超乎寻常的强大威力，剑王神不留神，悟空掉入了异次元空间。这种事情就连老剑王神也没办法，因为双六空间是剑王神的能力触及不到的地方，悟空掉里边谁也无能为力，现在只能靠悟空自己了。悟空因为猜不出谜语被处罚，掉入了深坑中，里面是寒光凛凛的刀海。悟空凭借超乎常人的求生欲挺了过来，沙五郎这个家伙竟然是无赖，用出老千的手段继续领先，而悟空不幸再次抽到惩罚项。这一次的内容听起来很简单，只要不哭就可以。悟空表示，我从来就没哭过，这一关未免太简单了。话音刚落，数以万计的洋葱从天而降，接着就是无数菜刀落下，将洋葱切成粉末。悟空被熏得双眼通红，眼泪直流。这还不是最狠的，最狠的是悟空眼前出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身影，琪琪拿着巨大针头走向悟空。好家伙，直接双重打击！悟空扭头就想跑，琪琪举起水管粗细的针头，直接戳在悟空的屁股上。悟空忍不住流出了眼泪。沙五郎幸灾乐祸，悟空眼看要输，硬是凭着自己的毅力把眼泪给吸了回去。之后的比拼，沙五郎凭着作弊手段玩的悟空叫苦连天。悟空很快就发觉到不对劲了，为什么不管怎么努力，受苦的总是自己？悟空不小心失手将骰子丢下滚烫的岩浆，骰子自己飞了上来。悟空这才发现这骰子是有意识的。悟空举起骰子准备再次丢进岩浆里，骰子崩溃了，立刻现出原形，他竟然是沙五郎的儿子。悟空揭穿了父子俩的骗局，没想到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整个双六空间都在震动，空中不时的传来谩骂声。私は曲がったことが大嫌いだ。イカサマなんかするやつは次元の頭を永遠にさまようがいい。整个空间开始坍塌，悟空抱起肥胖的狐狸父子狂奔。胖狐狸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悟空说了出来，原来他们两个只是掉进这个空间的来自宇宙的平凡狐狸而已，只要他们能连赢54万次，就可以从这里出去。因此，这对父子才使用作弊的手段骗人。悟空一路狂奔，临近出口，落脚平台崩坏了，悟空和狐狸父子掉入深渊。这时，悟空发现自己可以使用悟空术了，而因为双六空间开始坍塌，悟空又可以使用气了。只要可以用气，悟空就可以直接打破这里。悟空用龟派气功在双六空间内打出了次元壁裂缝，从双六空间成功跑到了宇宙中。剑王神第一时间发觉到了悟空的气息，立刻瞬移出现，将悟空带到了剑王神界。在这里，悟空通过老剑王神的水晶球看到了地球的现状，所有地球人都大包小包的聚集在了太空飞船站，正准备向新的兹夫尔星移民。这时候，悟空才知道，原来地球上包括丹迪和波波在内，所有人都被感染了。悟空摩拳擦掌，准备回到地球大战300回合。老剑王神厉声制止了悟空。为了让悟空变强，老剑王神留悟空在剑王神界进行修行。第一个修行任务竟然是磨咖啡豆，磨得悟空十分烦躁，不断的抓屁股。另一边，大批地球人登上太空船准备移民。撒旦救女儿心切，小芳想了个办法，自己和撒旦两个人躲进布欧体内，布欧易容后混入人群。没想到遇到了克林，克林也是个傻子，虽然被控制了，但是他竟然没有认出布欧的体型。布马开始清点首批移民人数，刚刚好截止在布欧这里。布欧跟着群众登上太空船，而克林和他的家人则被遗留下来。首批移民奴隶到达了新的兹夫尔星球，布欧将撒旦和小芳放了出来，虽然成功潜入了，可是要怎么救这些人呢？小芳表示这很简单，
只要让大家吃下泻药，把贝比的卵排出来就可以了。小芳将2瓶泻药分别塞在撒旦和布欧手里，自己则拿着泻药直接冲进人群，在空中天女散花。比迪利见状，直接就是一脚。贝比下令让比迪利和悟饭将小芳杀死。这一幕刚好被悟空看到，悟空放下手工活，要求剑王神立刻带他去往兹夫尔星球。小芳有危险了，老剑王神有些犹豫。小芳遇险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外，目前悟空的实力还没有得到有效提升，不足以和贝比抗衡。放任悟空去往兹夫尔星，无异于千里送人头。就在老剑王神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个人出手打倒了悟饭，救下小芳。这个人竟然是悟空的徒弟，邪恶魔人布欧的转世欧布。这次地球沦陷，欧布因为在深山中修炼，侥幸逃过一劫。贝比告诉欧布，自己已经要将悟空杀死了。最强的赛亚人却得到了最惨的下场。欧布听闻此言，十分愤怒，直接暴起冲向贝比。贝比用能量波对欧布一通轰炸，欧布依靠高速飞行躲避贝比攻击。待贝比前要大招，欧布找到机会，直接一炮轰过去，将贝比狠狠钉在墙上。欧布准备趁机攻击贝比，悟饭几个人立刻围过去，保护在贝比身边。没想到贝比也十分恼火，直接用大招将悟饭3人也打飞了。欧布与贝比勇敢对搏，自古对搏左边输。贝比嘲讽欧布弱的就像一只苍蝇，一下子就把欧布从空中击落。剑王神界，悟空看得焦急，光凭欧布的话，估计很难打倒贝比。悟空坐立不安，请求老剑王神将自己带去兹夫尔星球。老剑王神浅尝了一口苦掉渣的咖啡，让悟空暂停练功。现在能短时间内提高力量，将贝吉塔身上的贝比打败的方法只有一个，不过这个方法要比修行困难100倍。悟空毫不犹豫答应了。老剑王神直接扯下悟空的裤子，让剑王神去拿一把钳子。老剑王神的办法就是让悟空的尾巴长出来，只有这样才能唤醒悟空沉睡的力量。不过等着悟空的尾巴自己长出来要花好长时间，等不起了。老剑王神要用钳子直接将悟空的尾巴拔出来。旁边的肥狐狸兴奋极了，立刻让自己的儿子变成一把超大号钳子，3人一起用力拉扯悟空的尾巴。悟空痛的眼泪都飙出来了，他咬咬牙忍着剧痛，表示完全可以再大力点，死了也没关系。在3人不懈的努力下，还真的把悟空的尾巴拉出来一截。最后悟空让老剑王神用钳子夹紧自己的尾巴，自己的暴气全力冲刺。这一招效果非常好，悟空的尾巴被成功拔出，这一幕和悟空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另一边，兹夫尔星，小芳见欧布被打败，怒火中烧，跳到空中痛扁贝比，一阵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战力0.5，贝比面无表情，甚至有点想睡觉。连撒旦都看出来，小芳的力量在贝比眼中连苍蝇都不如，估计下一秒就会被秒杀。撒旦恳求布欧出手，布欧表示，撒旦最重要的人就是我布欧最重要的人。贝比一巴掌将小芳击落，布欧接住小芳，带着撒旦一起溜了。贝比再次使出元气弹，准备将欧布杀死。布欧则赶紧将撒旦和小芳送到安全地带。撒旦大好き。撒旦俺の友達。撒旦のこと俺忘れない。布欧不想丢下欧布不管，向撒旦深情告白后转身飞了回去。贝比向欧布丢下元气弹，布欧赶过去深吸一口气，直接把元气弹给吸光了。砰的一声巨响，贝比以为这局稳了，放心的乘上不满的飞行器离开了。布欧被炸成了碎片，这一次布欧没有复原，他的碎片附着在欧布的身上，与欧布再次融为一体。欧布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，他不做犹豫，直接追上贝比。贝比见到新生的欧布也吃了一惊，他喝退了自己的奴隶们，准备和欧布尽情 battle。欧布发出持续低吼，身上的肌肉暴增数倍，气息也强大许多。欧布先打了一套能量波，接着拳脚相加将贝比击落。贝比眼疾手快，躲开光波，围观群众们被光波击中，变成了巧克力。欧布释放出更多的光波，将光波击中，一起打向贝比。贝比用能量波奋力对抗，自古对波左边输，但是这次贝比已经占了上风了，简直丧心病狂。贝比将欧布的巧克力光波推了回去，光波反噬击中欧布，将欧布变成了巧克力。贝比也是嘴馋，捡起巧克力没有多犹豫，直接扔嘴里嚼了。剑王神带悟空姗姗赶到，悟空见欧布败了，立刻变身超3和贝比开撕，两人缠斗一番，悟空成功被打倒了。悟空爬起身还很奇怪，明明力量增强了，怎么还能失败呢？狗空不信邪，继续进攻，结果还是没伤到贝比半根毫毛。贝比抓起悟空的尾巴，带他上天玩大风车转又转，把悟空打回原形。悟空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无力，他望向遥远的地球，看来我再也没有力量保护那个星球了。悟空的脑海中回想起自己的童年，回想起了龟仙人和克林，回忆起所有的小伙伴，真不甘心啊，没能保护好他们。难道结局真的就这样了吗？错了，赛亚人潜力的爆发是有条件的。圆滚滚的地球怎么看怎么像满月。悟空的心脏突然剧烈跳动，血脉压不住了。悟空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肌肉开始急速膨胀。悟空双眼变得通红，长出了长长的獠牙。巨大的力量让悟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直立起来。悟空发出兽吼，强大的力量颠覆了整片大地。一声巨响，赛亚人大猩猩出现了。这个大猩猩比以前的猩猩更强，它的毛发变成了金色，是超级赛亚星。贝比懵逼了，他读取贝吉塔的记忆中显示，这种形态叫做原化，但
但是原话应该是看到满月才能实现的呀。贝比看一下圆滚滚的地球，竟然把地球当满月，这不赤裸裸的开挂吗？悟空的潜力爆发了，他会以金色猩猩的形态打倒贝比吗？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我们下期继续来说。